各位朋友大家好啊，贝斯品牌的充电器来了，这也是几位铁粉呼声很高的一款苹果手机的充电器，说的是它的质量很好。喜欢我视频的老铁们一键3连，点赞关注投币走起，咱们的频道需要大家的支持，谢谢大家。你们想看的充电器，我看到评论都第一时间记录下来，咱们一个一个的来测试和拆解，都是非常费时间的，希望各位铁粉不要着急。咱们话不多说，今天测试这个听说质量非常 OK 的贝斯20瓦充电器，我们先开箱。我们先来看看包装盒，这里20瓦的标识，贝斯的标识，充电器的图片，氮化镓 Fast Charger 就是快速充电器，单口20瓦，氮化镓的标识。这边有产品的特征，下面是认证的标识，背面一个充电的场景图片，然后这边是规格信息，这是防伪标签合格证，咱们这个产品是23年11月份的产品，然后这边是条码信息。我们打开包装盒，这边还有一张卡通的贴纸，用来贴在充电器上，然后这一张保修卡，背面是英文的，还有一份说明书，说明书内部也有有害毒物清单，然后充电器装在一个可降解的一个卡纸上面，这个是咱们这个充电器本体。充电器外部塑料保护套把它套住的，我们把它拿出来。充电器正面20瓦的标识，这个是贝斯的英文标识。Type-C 口内部舌片为橙色，充电器整个都是磨砂透明的一种效果，隐隐约约的可以看到内部的元器件。字面部分橙色的塑料作为一个点缀，整体看起来迷你小巧又很精致。氮化镓快速充电器，这个是型号。输入参数支持100至240伏的全球电压，输出的话是5伏3安，9伏2.22安，也就是一个20瓦的充电器。室内使用双路绝缘，循环10年，非热带使用，海拔小于2000米使用，然后3C 认证。3C 认证信息我们放在屏幕上，有需要的可以截图。这下面是制造商信息。充电器连包装盒一起的重量是48.5克，单充电器的重量是29克，非常迷你啊。充电器本体高度29毫米，连插头的高度45毫米，这边宽度是27.5毫米，这边也是一样的。这是咱们前面测试的这些20瓦的、30瓦的、40瓦的一些迷你版的充电器，这些个头都很小了，但是跟这一个比起来，很直观的看到这个个头是非常非常迷你的。我们外观看完了，直接进入充电实际测试。进入充电测试之前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充电器它所支持的协议。它支持华为 FCP 5伏、9伏、12伏，24瓦功率 ，SCP 档位的5.5至10伏，0.03至2安的20瓦。三星 AFC 的5伏、9伏、12伏，最高可以到24瓦功率。QC 3.0 的5伏、9伏、12伏，3.6至12伏。PD 3.0 的20瓦，3个档位，5伏3安、9伏2.22安和12伏的1.67安。另外，这个 DCP 和 Apple 2.4，这是2个基础功率。这个迷你20瓦的充电器，我们实际充电测试的话，我们就过一下安卓的它的功率，看看它的功率能够到多少。首先的话就是这个小米的设备，这个是红米 Note CT Pro， 显示快速充电，它的实际功率大概在15瓦左右。真实功率我们说的是真实功率啊，支持小米手机也算是可以的，应急的时候用一下是完全没问题的。OPPO 下的手机我们就用这个 Reno C，一样的可以显示快速充电，实际功率的话比刚才那个小米还要低一点点，大概在13、14瓦左右。vivo 系列的手机我们用这个 S18 来看一下它的功率，显示的是正在充电，实际功率的话比 OPPO 的一个还要低一点点，它大概在12瓦左右。华为荣耀系列我们用这个荣耀 Play 8T 来测试，有超级快充的图标，这个手机的真实功率可以攀升到23瓦到24瓦左右。我们采集它的数据，这个荣耀 8T 已经充到 73% 的电，整整1个小时零10分钟时间。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前面就是20瓦左右的功率，最高峰值的时候有22瓦左右，一直充了26分钟，然后功率就降了啊，降到12瓦左右的功率，一直充到现在，还没有充到 80%。我们看一下温度图，它最高温度的时候是 51.7 度，功率下降以后它就降温度，一直稳定在44度左右。看来这个充电器如果充华为手机的话，做个应急用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苹果手机的充电测试，咱们用这个12 Pro Max， 我们来采集数据。现在这个手机的电量只有 15%，
这个12 Pro Max 现在的电已经充到 89% 了。我们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前面1分钟11瓦的功率，马上就涨到20瓦的功率，一直持续了大概28分钟。然后降功率，降到14瓦的功率，充了大概5分钟左右，然后再降到9瓦左右的功率，充了2分钟就充到 80%， 从 15% 的电充到 80% 的电，用了大概48分钟时间，充电还是挺快的啊。别看这个东西这么小。然后我们看一下温度，最高温度 50.3 度，温度也不低啊。我们测试的时候这2天的温度大概就是18、19度的样子啊。我们现在就是用这个储能的充电站持续的测试它的最高功率，看看它的温度究竟有多高。大家看一下充电曲线图，这个充电器一直在18瓦左右的功率，一直持续运行了1个小时35分钟时间，功率还是18瓦足足的 ，PD 3.0 20瓦，启动是12伏的档位。我们来看一下温度，温度一直就是在50度左右徘徊啊，它最高温度就是50度。我们室内的温度这几天都是18度左右。好多朋友还是不知道这个文波到底有什么危害啊。这个文波高的话，在充电的时候，它的实际表现就是我们的屏幕点不动或者是乱跳，严重的时候就是伤电池、伤主板，最容易损坏手机里面的那个电源管理芯片，还有我们电池容易冲鼓包，这种现象就是文波造成的。我们现在就是来测试这个充电器的最关键数据文波。这个充电器只有3个档位，5伏、9伏和12伏。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空载文波。5伏的空载文波大概就是30毫伏的样子，9伏的空载文波也是30毫伏，12伏的空载文波也是30毫伏。这是负载文波的时候，5伏3安15瓦的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100毫伏；9伏 2.22 安20瓦的功率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也是100毫伏。12伏 1.67 安也是20瓦的功率的时候，它的文波最高的时候也是100毫伏。这一个充电器这一轮测试下来，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实际的性能啊，给小米手机做个备用没问题，安卓手机做备用都可以，特别是华为啊，直接拉到最高功率都是没问题的。然后就是苹果手机的话，完全是没问题的，文波最高的时候也就100毫伏。这个文波虽然算不上十分的优秀，但是它也是属于一个正常的水平，没有超过国家规定的200毫伏的标准，这跟原装20瓦的充电器的文波不相上下的啊。所以说这个充电器40-50块钱的价格，如此的精致小巧，也还是比较划算的。喜欢我视频的朋友们，一键3连，点赞、关注、投币走起。咱们下一期视频拆解这个贝斯的20瓦迷你的小充电器。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。